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瑞的频道。在越南，除了飞机以外，卧铺大巴是游客最常选择的交通工具之一。在这一张看似舒适的移动床铺背后，可能藏着一个让人失眠的秘密，关于卫生的种种猜想。越南的卧铺大巴卫生状况到底有多堪忧？今天我是不是真的要和小强同床共眠？本期影片让我带您一起揭开这趟躺平之旅的真实面纱。在胡志明玩了2天，一会儿准备退房，中午呢先去吃个粉，然后下午再去体验一下越南的豪华卧铺大巴。我们现在出发了。这么多外送员在取餐，这家是昨天晚上我在这里买了一个很好吃的法棍，没想到这么受欢迎。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热推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您的肯定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。大巴发车时间是下午，中午在酒店旁边随便找了家粉店解决午餐。看了下菜单，牛肉粉的价格不便宜，以为自己进了一家黑店。一抬头就看见了3块红色的奖牌，一下子就明白了，感叹一下，胡志明真的到处都是米其林餐厅。是加蛋的牛肉粉。总体来说，这家的牛肉粉比较一般，没有什么特色。比起昨天的石锅和牛粉，还是差一点的。路边经过一个水果摊，顺便看看榴莲的价格。越南本地的 RI6 品种，1公斤99千越南盾，价格比较便宜。猫山王和黑刺就要350千1公斤了。虽然比 RI6 贵很多，但是比起其他地方来说，也还算是便宜的。先坐一个接驳巴士，然后到那个实际的车子停的地方。接驳车车程大约半小时。到了郊区一个停车场，换乘卧铺大巴，从接驳车下来，这辆才是真正要是这样的上铺和下铺结构。每个铺位它已经先摆好了毯子，这个是今天要做的铺位，设了一个上铺。有个帘子，睡觉的时候可以拉上。越南的这种卧铺车，除了这种左右双排的2张床以外，还有一排3张床的。3张床的相比较来说会更窄一些，躺的是没有那么舒服。所以如果坐的时间比较长的话，尽量买的是这种2排的床。来看看车上有什么配置。前面是一个大屏幕，
不知道能不能放什么节目。左边会配一瓶水和一个湿巾，然后下面就是控制车厢的灯光。打开这个 light 以后，会有这种很炫酷的顶灯亮起来，还是挺高调的。关掉。有。窗户不是很大。左边的窗户是一个长条形的，后面呢是充电，有一个充电口，一个挂架，还有一个按铃。床长一共有1.7米左右吧，身高1.8米的人睡下来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是晚上的话，或者是需要隐私的话，可以把窗帘拉上，或者是拉上这个窗。每张床还会配一个毯子和一个抱枕，长形抱枕，可以给你靠。行车期间务必要拉上安全带，因为越南的车子，道路状况比较差，车子晃得会比较厉害，所以为了安全考虑的话，无论是坐卧铺还是坐普通的座位巴士，都最好系上安全带。之前网上看到说越南的卧铺车上会有小强，今天乘坐的这辆整体卫生状况还可以，至少没有看到小强。但细节的话还是不能深究，特别是靠枕和毯子。不同的巴士公司卫生状况可能会有不同，所以可以的话，最好选择大公司的巴士。这是今晚入住的酒店。酒店正对着最主要的马路，工区设计的也很舒适温馨，一点都不像一晚只要100。到美奈的房间，先来个 room tour。其实也不用怎么 room tour， 房间就这么大，但是呢，胜在干净整洁，看起来还不错。虽然是民宿，但是店家经营的也很好。洗手间不用看了，其实非常简单，优势在很便宜，很便宜。这样的酒店一晚也不到20美元，相当于就15美元左右，100人民币不到。
总体来看还是物超所值的。先到酒店附近闲逛看看。从胡志明坐车过来，到美奈已经是下午6点多钟了。虽然那时刻表上写只要3个小时到美奈，但实际上最少坐了4个小时，3个小时基本上不太可能能到。这座海滨小城有着10几公里长的一个白沙滩，只不过晚上也只能看到这个涨潮以后的海浪。明天天亮以后，我们正式探索这个美丽的小城。那么这期影片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